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文婉以为会如愿嫁给青梅竹马的男友，然而现实的残酷让她不得不退缩了。那是半年后的某天，唐文婉在别人口中得知男友程浩林终于要从国外回来，她精致的打扮后便去机场接机了。而当男友走出来时，身后的女人却让唐文婉愣在原地，后背一凉，心里顿时没底。程浩林也是一愣，但在整理好情绪，才温柔地抱住她，凑在耳边亲一下。婉婉，本想给你一个惊喜，但谢谢你来接我。话音刚落，他身后的女人一脸妩媚的笑笑，你好，我是程浩林的朋友刘维月。女人伸出手，唐文婉挤出笑的与她握手，但在看到女人眼里的狡猾，毫不犹豫地抽回手了。女人的直觉告诉她，眼前的女人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对手。在安顿好刘维月后，程浩林才一脸疲惫地回家。刚开门就看到正在厨房忙碌的唐文婉，婀娜的身姿让他本能地从身后环住纤腰。婉婉，我想你了。两人虽然恋爱多年，但彼此仍然没有冲破底线，只是单纯的谈情说爱。而这一次分别半年，竟让程浩林越发的痴迷唐文婉，想要更进一步，却被他巧妙地推开。程浩林，你把菜端过去，马上就能吃晚饭了。婉婉，我想，他话说一半，就眼神灼灼地盯着怀中人儿，想要低头吻她，却被唐文婉再一次的拒绝。程浩林，上车饺子下车面，先吃饭吧。可我想你了。想我会半年都不回国？他皱眉地反问。程浩林抱着他的手停在半空，尴尬的一笑，才说，婉婉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这半年受了严重的伤，是刘维月救的我，如果没有他从车祸的废墟里把我拖出来，估计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的骨灰盒了。婉婉，你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儿，不会连这也生气吧？我没生气，只是觉得如果是救命之恩，完全可以拿钱来了事，何必把人都带回来？他直面事情已经算是理智，但恋爱的两个人哪里能够冷静地处理第三个人？程浩林将手里的碗重重放在茶几，才冷声说，唐文婉，我们马上就要订婚，你难道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而跟我分手吗？你先走吧，我想静一静。程浩林也在气头，直接摔门而去了。他们是青梅竹马，即便没有同居，也有彼此家的钥匙，只为方便约会。然而今天却为了刘维月，两人吵得厉害，直到3天后，程浩林才拿着一束花去公司找唐文婉了。婉婉，今天你不理我，我就不走了。程浩林温柔地凑近亲她，这一次唐文婉没有拒绝，还主动地回应着他。两人亲昵许久，才听到他手机响了。喂，语气有些不耐烦了。浩林，我脚扭到了，你能来一趟吗？等我过去。程浩林关掉手机，一脸愧疚的神色。婉婉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是刘维月吧？我陪你一起。唐文婉挽上他的胳膊，两人一起走出办公楼了。来到酒店，刘维月一副憔悴而柔美的样子，把门框微微一笑，你们都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刘姐，听说你脚扭伤，我正好认识一个骨科的医生，或许能帮到你。
唐文婉笑着说，不禁打量着刘维月一身丝质的性感睡衣，还化了淡妆，给人一种柔弱却绝美的既视感，这是妥妥的心机。他没有猜错，刘维月心里喜欢程浩林，就他是意味，想要嫁给他才是最终目的。婉婉，真的谢谢你了，若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不可能现在脚就好了。在看完医生后，刘维月笑着道谢。唐文婉看一眼时间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浩林，帮我照顾好刘姐。他优雅地转身离开了。在心里深知，男人是看不住的，唯有自己足够用定力，不然早晚是要变心。与其抓牢风筝的绳子，不如放开了，随它飘远，或许还有想回家的一天。唐文婉有自己的工作，并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一个外人身上，劳心费神，毫无意义。半月后，订婚宴如期而至。唐文婉穿着洁白的礼服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将她娇美的容颜衬托得更美了。化妆室的门被推开，程浩林抬眸望向他，竟一眼看痴了。他一直以为唐文婉是那种小家碧玉的美，却不曾想到她竟是美得让人惊艳，连他这种久经商场阅人无数的人也有些把持不住了。婉婉，你真美。他轻身吻上粉唇，一脸的痴迷，让唐文婉脸颊一红。我刚画好的口红，话说一半，又被他吻一下。婉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想亲就亲，而且还想亲一辈子。等过了今天再说。好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唐文婉果然没看错，程浩林的心里还是有他的。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相爱多年，刘维月不过是一个小插曲，丝毫震撼不了他们的爱情。然而却是他想简单了。在订婚宴进行到尾声时，刘维月因为脸色煞白，竟晕倒在宴会上。而一旁的程浩林一脸着急的抱着他匆忙跑出了酒店，在众人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从这一刻，唐文婉终于看清了，程浩林的心里已经不再只有他，三个人的爱情太挤，那他只好退出了。退出并非懦弱，而是不想闹得太难堪。他是很爱程浩林，但世上男人并非只有他。订婚的1周后，唐文婉终于见到程浩林，两人四目对视，他微笑地开口：浩林，刘姐的病还好吗？急性胃炎，已经好多了。婉婉，公司还有许多事，我能先去公司一趟吗？程浩林这几天都在医院陪着刘维月，衣不解带，好不容易从医院溜出来，就想先去公司处理事情。谈情说爱何时都行，但公司的合同却是就等他签字确认了。他的急躁让唐文婉一笑：我几句话就说完，说完了你随时可以走。好，你说。见他脸色疲惫，唐文婉关心地问：浩林，这些天你很辛苦吧？左右逢源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，从今天过后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唐文婉将订婚戒指取下来，还给他后才说：程浩林，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3年的感情就这么算了？唐文婉，我们从13岁就相识，现在过去10几年了，是你一句分手就能算得清的吗？程浩林被他气得脸上青筋爆出，单手扯住他的胳膊，冷声又说：唐文婉，你还是在跟刘维月生气，就不能大气一点？你是未来的程太太，
我程浩林的妻子，而他只是我的朋友，你们就不能和平相处吗？等我下周送他出国，你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。”听完，唐文婉淡然一笑：“你想得太简单，程浩林，别浪费彼此的时间，好吗？”“不好，你都要跟我分手，我怎么还能笑着同意？婉婉，再等我半年，我们就能结婚，嫁给我做豪门太太，我宠你爱你一辈子，不好吗？”程浩林握紧她的小手，放在唇边亲一口，想要极力挽回这段感情。毕竟人有几个12年，他不想背负忘恩负义的名声，更不想失去自己的挚爱。只要唐文婉退一步，这一切的麻烦就都解决了。而他却苦涩一笑：“程浩林，我说分手，只是通知你，而非与你商量。你不是很忙吗？去忙你的事吧。”唐文婉起身要走，却被程浩林扯住衣角，一脸苦涩地开口：“婉婉，你要是介意刘维月在这，我现在就能送他离开，但请别离开我，求你了。”他是商界的精英，从不轻易求人，但却在此刻为了心爱的人儿，只想用示弱来挽留他。每次吵架都屡试不爽，但这一次他却失望了。唐文婉不仅退回来戒指，还把之前送的礼物统统放进一个行李箱，打开映入眼帘时，就让程浩林脸色一沉：“唐文婉，你是哄不好了，我只想分手。”他在换完东西后，终于释然地走出了咖啡厅，望一眼天空明媚的太阳，嘴角荡起一丝笑，不用纠结的感觉真好。能够放弃一段感情确实不易，但真当自己打定主意那一刻，其实是放松的。唐文婉眼角滑落一滴泪，原来仰望天空久了也会流泪。深夜的酒吧，外面下着小雨，酒吧里面依然热闹非凡。或许是周末的缘故，人竟越发多了。唐文婉这是头一次来酒吧这种场合，望一眼舞台的男女，她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了。望一眼闺蜜陈静瑶，在舞池里跳得尽兴，留下一条短信后，便悄声地离开了。她刚走出酒吧，就被一个喝醉酒的男人盯上，不远不近的距离，很快让唐文婉察觉，想要小跑着去车旁，却被男人一把扯住衣角：“别急着走，跟我聊会儿天呗，放开我，不然我报警了。”唐文婉强装淡定，但微颤的手已经完全暴露她的紧张和胆怯了。男人看到这些，得意的一笑：“这里除了一个酒吧，就没有多少路人经过。我盯你一整晚，你除了一个女伴，没有其他的朋友。只要你陪我喝一杯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”唐文婉这才注意到，因为刚才着急想甩开他，竟躲进一个死胡同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自己这是躲进绝路了。他挤出笑：“大哥，我给你钱，你可以找别人陪你喝酒。你以为我差钱？我要不是看你跟我的前女友长得像，才懒得跟任何女人搭讪。我现在跟你说话，你应该感到庆幸。”从这里看得出来，眼前的男人有些精神疾病，完全活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。男人变本加厉，想要扯他上自己的车，正在纠缠时，身后走过来一个男人，轻咳一声，打破两人的僵局：“滚开，别坏我的好事！”男人不客气地低吼。秦浩言懒得回答，抬手给他一圈，手落下时，男人已经鼻青脸肿，鼻孔还流出一丝血迹，
看到有鲜红的血流出，男人立马脸色惊恐起来。你竟敢打人！话未说完，就看到秦浩言又攥紧拳头，瞧这阵势，吓得立马闭上嘴了，胆小怕事的神色与刚才的气势汹汹形成很强的反差，惹得唐文婉扑哧笑了。还不走，等着再被打吗？这话一出，男人撒丫子的逃走了。谢谢你。唐文婉笑着迎上秦浩言的眸子，一双深邃的眼睛如潭水一般深不可测，让他紧张地倒抽一口气。我给你钱吧，不能让你白帮忙。他正要从包里拿钱，就被秦浩言探向自己的举动吓得脸色一白。你不会跟他一样？秦浩言修长的手帮他撩起眼角的乱发，才轻笑地说，我是自愿帮你，不需要你拿钱回报我。见他转身就走，唐文婉轻声说，我请你吃宵夜，你不怕我？他笑着问。怕，我也请你吃饭。唐文婉本想请他吃饭，结果自己竟发烧住院了，再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。谢谢你昨晚送我来医院，身体不好还喝酒。秦浩言递给他一杯温水，唐文婉脸红的接过来，因为口渴竟一股脑的喝完了。能再给我倒一杯吗？又倒一杯水，他才低声问，医生说你是劳心劳力才导致的免疫力紊乱，我瞧着你不像生活困苦的样子，是受情伤了。秦浩言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但自从遇到唐文婉，竟突然闲下来，也爱打听八卦了。提到痛点，唐文婉扯出一丝苦笑，我有一个爱了3年的男友。不过话说一半，秦浩言的手机这时响了，他就走到病房外接电话，再回来时就沉着脸开口，我公司有事，现在必须走了。他眼神有些不舍，以为唐文婉会客气几句，谁料他竟淡淡地说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能办出院。那行，你自己多保重。秦浩言最后看一眼就转身离开了。他从不强人所难，更何况唐文婉还有男友，自然没有插一脚的打算。不过还是在心里暗暗叹口气，看来他们还真没缘分。从医院回来，唐文婉就拖着疲惫的身子整理自己的东西，希望能早一点离开这个给他无尽伤心的地方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他打开门，竟是刘维月，手里拿一个袋子递给他，才说，这是浩林让我给你送来的。他说你最喜欢吃烤鸭，我特意跑几条街才给你买的。刘维月一脸的殷勤，唐文婉却并不打算接。刘维月，我已经跟郑浩林分手，你不跟他谈恋爱，来我这干嘛？在我这里，你真没必要再演戏了。唐文婉，我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，也没有要抢走浩林，是你一直对我有敌意。算了，我还要收拾东西，就不请你进门了。正要关门，却被人伸手拦住了，竟是赶过来的郑浩林，脸色阴沉，还一身酒气，冷冷地盯着他。唐文婉，你太自信了，就等着我给你道歉，哄你，是吗？你来的正好，把刘维月带走吧，我真的挺忙的。郑浩林冷冷地看着他，许久，才阴冷地说，唐文婉，你现在这么闹脾气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在他认知里，唐文婉爱惨了自己，而她除了嫁给自己，不会有更好的选择，所以郑浩林才会在被分手后还这么冷静，因为他看准了唐文婉舍不得离开他。毕竟以他上市公司老总的身份，
没几个女人能够舍得将他拒之门外，舍弃这泼天的富贵和豪门生活。看清你，离开你，我此生不悔。唐文婉说完，将他们关在门外了。刘维月小脸一红，浩林，我是不是惹唐小姐生气了？他一脸的自责。郑浩林微蹙眉头，不关你的事，我一直太顺着他了，这次是该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爱是需要珍惜的。那我们还合作做生意吗？刘维月故意地问。做？为什么不做？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生意伙伴，没理由为他而刻意避嫌。刘维月温柔的一笑，浩林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商人，能把公私分明。这边郑浩林在忙着新项目，和刘维月不清不楚的时候，唐文婉已经办好登机手续，准备出国旅游了。他临走时，最后看一眼阳光明媚的天空，深吸一口气的在心里想，虽然很痛，但好过3个人的纠缠。唐文婉，你一定能走出来，离开了郑浩林，你一定能活得更精彩。在国外的第10天，过了今晚，唐婉文就要启程回国，因为觉得无聊，他想去酒店附近的夜市逛逛，却不想遇到此生的第1场车祸。秦浩言来国外出差，也正巧住的这家酒店，所以当唐文婉被车撞时，他是亲眼目睹，即便自己第一时间冲过去，还是晚了一步，抱着倒在血泊里的人儿，他焦急的心都揪在一起。唐文婉，你醒醒！为了照顾昏迷的人儿，秦浩言整夜的不睡觉，衣不解带的待在唐文婉身边。这样的日子竟过去了半月，为了让他快点醒来，秦浩言险些丢点半条命。浩言，你该休息了，这样熬下去，你的身体迟早要垮掉。在国外当医生的同学好心劝他，没事，我想等他醒来。同学意味深长的望向他，浩言，你不会喜欢他吧？但据我所知，你好像喜欢男人。都是无稽之谈。没有解释，那就是你真喜欢他。秦浩言不耐烦地瞪同学一眼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啥时候变得聒噪和八卦了？还有，已经昏迷半月，他到底啥时候醒来？即便不能相爱，看着唐文婉这么躺着，他心里也很心疼。这是哪里？不等同学回答，床上昏迷的人儿终于睁开眸子，望着陌生的环境以及身旁陌生的2个人，让唐文婉吓得脸色一白。你们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秦浩言，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见过，你忘了？他这是失忆了，你再解释也没用。同学说出一个事实。失忆？秦浩言一脸狐疑地盯着唐文婉，从他眼神里丝毫看不出对他的熟悉感，只有无尽的恐惧。你别怕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唐文婉脑海里有支离破碎的记忆，关于秦浩言的，就是他见义勇为，将自己从坏男人手中救出来。想到这些，终于让他放下戒备，一头扑进了他怀里。秦浩言，这里的气味太难闻，你带我离开这里，好吗？他错乱地以为秦浩言是他的未婚夫，是自己爱了3年的男人，所以才会全身心地信任他，走哪跟哪，一刻也不想分开。婉婉，晚饭吃完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该走了。你要去哪？唐文婉情急地握住他的手，温热的触感让他觉得心安。因为不过是握紧手，秦浩言就脸红耳热，
原来自己的未婚夫这么纯情。你在家住，我去酒店睡。你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们不该住一起吗？唐文婉委屈地反问。他是失忆了，但还有残缺的记忆，在印象里他们感情很稳定，应该早就同居了，就不知现在的秦浩言为何要刻意保持距离。秦浩言轻咳一声，才低声解释：婉婉，你有男朋友，而我的男朋友，现在的未婚夫不就是你？难道除了你，我还能爱上别人？他苦笑地反问。唐文婉走到他面前，温柔地凑近吻上薄唇，刚要离开，就被秦浩言拦住纤腰，强势在粉唇亲一下，才说：婉婉，你确定要跟我在一起？他捣蒜般的点头，我确定以及肯定，而且像你这样的男人，是个女人都会爱慕的。这是你说的。唐文婉主动攀上他的脖子，一脸笑地说：放心好了，我对自己做的事负责。1年后，唐文婉走的时候，是一个人孤零零走的，再回来时，身边多了一个男人，一脸幸福地望着秦浩言：我还想去环球旅游，你就带我回国。秦总，难道是被我花到破产了吗？破产？你想多了，我这次带你回来，是让你见未来公婆。唐文婉，想好要嫁给我了吗？秦浩言见他愣神，在粉唇啄一口，才将人拉回现实。见你爸妈，你咋不早说？秦浩言，先送我去商场，我要挑一身得体衣服，你摸一下我的手，都抖得厉害了。唐文婉现在不光手抖，就连头都紧张到发懵了。明天才去老宅，你现在有时间挑新衣服？秦浩言宠溺的在他额头亲一下，温柔揽上纤腰，两人亲昵地走进高档别墅了。唐文婉，真的是你？程浩林望着许久未见的人儿，眼神都变激动了，但在看到秦浩言手放的位置，脸色瞬间阴沉了。秦总，好久不见。原来他们是邻居，只是秦浩言很少来这边住，所以两人并未遇到过，想不到今天居然不巧地撞上了。而自己心心念的女人竟依偎在秦浩言怀里，程浩林一张俊脸冷得吓人。刘维月早就说过，唐文婉是图钱才嫁给他的，原本还不信，但现在他信了，难怪一直失踪，原来是攀上大款了。介绍一下，我的女朋友婉婉。秦浩言笑着介绍。你的女朋友？秦总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婉婉曾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还没有正式解除婚约，你是被他骗了，是吗？你也说了，她是你曾经的未婚妻，那我们在一起恋爱，并不没有不妥。秦浩言牵着她的手，两人走进别墅里，而被甩身后的程浩林，一张脸黑得吓人。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有被甩的一天，而唐文婉眼神里的冷漠才是最让他绝望的。回到家，秦浩言递给他一杯热牛奶，才宠溺地在他额头亲一下，乖乖喝牛奶，我去做晚饭。浩言，刚才遇到的男人，我觉得在哪里见过，而且他说的话也奇奇怪怪的，我应该认得他吗？他或许只是你的一个普通朋友，不必太在意。他的话让唐文婉心里的疑虑打消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毕竟我有你在身边，应该不会瞧上那样的男人。对了，我想吃麻辣小龙虾、红烧肉，还有辣炒鱿鱼。好，等着吧。唐文婉最爱看秦浩言做饭，
男模一般的身材，还烧得一手好菜，简直是他天才。浩言，你说，万一哪天我记忆恢复了，再把你给忘记，你会不会恨死我了？他吃的肚皮撑了，才满意的放下筷子，一脸意味深长地盯着他。秦浩言用手在他鼻尖刮一下，才宠溺地说：就算你忘记我，我也会让你重新爱上我。婉婉，你才不舍得忘掉我呢。那倒不一定，他故意地说。谁料秦浩言竟猛地将人儿抵在沙发里，强势地吻上粉唇，直到快要窒息了，才松开手。婉婉，我不会给你爱上别人的机会，否则我会死的。唐文婉扑哧笑了。你不信？他皱眉头地问。他摇摇头。浩言，外界传言你是一个冷漠无情，但凡喜欢你的女人都会被重伤，说你是天生的怪癖，毫不通情爱。我听着像是贬损我。唐文婉笑着凑到他耳边，低语地说，可我看到的秦浩言却是一个温柔似水，还有点恋爱脑的人，而且还生怕自己被甩，有被甩妄想症。我说你到底有多帅而不自知，抢手的令我都每天惶恐不安了。你真的怕我被抢走？他一脸的兴奋。唐文婉点点头。我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，优越的家世就更别提了，不然也不会消失1年，没有家人来找我。我家境不如你，最没底气应该是我好吧？婉婉，我这次带你回国，就是想帮你找家人，毕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希望两边长辈都在场，来见证我的爱情。浩言，你真好。秦浩言温柔地抱住她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对你好本就应该，而且我希望你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女人，这样你就会一直爱我了。唐文婉妩媚的一笑，勾住他的领带，这位男模，看你又帅又洋气，不如跟姐回家呀。好啊，不知姐姐可愿意养我一辈子？那就看你有多少本事了。秦浩言深情吻上粉唇，不过是关门的刹那，两人就吻得难舍难分了。某天晚饭后，唐文婉从爸妈家出来，就瞅见站在单元门外的程浩林，心里抵触的想躲开，竟被他扯进一旁的角落，想要强吻，就被唐文婉抬手给了一巴掌。你再这么疯下去，我就报警了。他确定自己认得程浩林，但潜意识里却是满满的反感。婉婉，你出国前是我的未婚妻，现在竟跟了秦浩言，发疯的是你。你可知道他有过多少的前女友？但凡跟他相亲过的女人都伤得遍体鳞伤，就这么一个渣男，你也敢跟他在一起？不需要你操心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为了气我，才故意跟他演戏的吧？程浩林冷声质问。唐文婉冷淡的一笑，程浩林，你也说了，我是你曾经的未婚妻，那我在分手后喜欢谁爱上谁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因为失忆才跟着秦浩言的，如果哪天你恢复记忆了，会后悔现在做的一切。婉婉，我们13年的感情，你不该说忘就忘，回到我身边，好吗？既然忘了，就说明我并不在乎你，就算是曾经爱过，那也是过去的往事。程浩林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请你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他转身走，却被程浩林扯住手。我若不放手呢？那就活该挨打。从车里走出来的秦浩言抬手给他一拳，才将唐文婉扯进自己怀里。婉婉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咱们走吧。
程浩林擦一下嘴上血迹，才出声低吼：“秦浩言，你这是趁人之危，我一定会抢回婉婉的。”在酒吧里，程浩林已经在这里待了那天，每天喝到烂醉，才被司机拖着回家。而今天来接他的，竟是刘维月。他刚从国外出差回来，就听说唐文婉的事，心里顿时得意几分。这下再不用提心吊胆，有人跟自己抢程浩林了。浩林，你喝醉了。是你？他眼神闪过失落。是我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刘维月想要扶他起来，却被程浩林甩开手。刘维月，要不因为你，我跟婉婉早就结婚了。是这样吗？刘维月也不着急走了，拿起一旁的红酒杯，猛喝一大口，才笑着说：“程浩林，你敢说除了我之外，你没有喜欢过其他女人？你跟那些女人可都是在跟唐文婉交往时偷偷约会的。”谎言被戳破，程浩林用手掐抓他的脖子，因为用力过猛，让他险些窒息，躲在角落大口喘着粗气。程浩林，我要走了。他正要开门，却被程浩林扯住衣角，一把扯进怀里，疯狂地吻他。在这一刻，他脑海里想的只有唐文婉。1个月后，刘维月拿着医院的早孕单子放在程浩林面前：“我怀孕了，做手术。”说完，他放桌上一张支票，想走，却被刘维月抱住摘腰：“这是你的孩子。”我没说他不是。刘维月，我以后是要娶唐文婉的，这个孩子不能留在世上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望着他无情离开的背影，刘维月心里发誓，一定要生下孩子，哪怕粉身碎骨。在咖啡厅里，刘维月故意跟唐文婉偶遇了。“你是？”唐文婉因为失忆，只能淡然一笑。“我是你的闺蜜，刘维月。”刘维月假装亲密地搭上他的肩膀，却被唐文婉躲开了。“我不习惯跟外人亲近，对不起。”“没关系的，我们本来就是朋友，你以后就习惯了。”“婉婉，我要走了，想来看看你。”刘维月故意地抚摸一下肚子：“我怀孕了，要去国外养胎。”“那恭喜你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唐文婉收到了秦浩言的微信，是关于刘维月的一些资料。原来在国外出的车祸就是他的手段。唐文婉脸色一变：“婉婉，你怎么了？”刘维月假惺惺地递给他一杯咖啡。“刘维月，你喜欢程浩林，对吗？”他突然问。“对，我在国外救他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他，而且我怀的孩子就是他的。”唐文婉淡淡一笑：“我早该猜到的，刘维月，我记起来了，在我出车祸的时候，你就在那附近，或者说这场意外就是你策划的，对吗？婉婉，我们是闺蜜，就算喜欢同一个男人，我也不可能害你。”刘维月委屈地抽泣起来。唐文婉脸色一沉，将几张照片放给他看：“刘维月，我只是失忆，不是傻了。你害我，算计我，我不会有这样的闺蜜。嘿嘿，原来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你的演技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”演技拙劣。刘维月扑哧笑了：“唐文婉，你比以前可爱了，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。”他微抿一口咖啡，柔美而妩媚的样子，丝毫没有想到一会儿被唐文婉完全拿捏。“你走吧。”“去哪？”“我为什么要走？我现在有了程浩林的孩子，他给我一大笔钱保胎，有多在意我，
倒是比跟你在一起时用心的多。是吗？那就提前恭喜你了，刘维月，你害我的证据我已经交给警察了，你若是再不走，恐怕就只能等着被抓了。你少吓唬我，我现在怀着孕，没人能让我坐牢。唐文婉抿嘴轻笑，也没人让你坐牢啊，我就想让你罪有应得。而且我把这事也刚好告诉了程浩林，他现在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唐文婉，我就是害过你，但你也因此找到幸福，你应该感谢我。刘维月声音都变颤抖了。正因为感谢你，才让你离开啊，刘维月，我不想赶尽杀绝，但你不能再留在这里，因为我觉得膈应。唐文婉望一眼窗外的男人，笑着又说，我确实挺感激你，让我遇到爱我的男人。他一脸幸福地起身，开门走向了秦浩言，踮起脚尖，在薄唇印上一吻了。怎么突然亲我？他笑着问。因为想你了。秦浩言揽上他的纤腰，在雪白额头亲一下，才宠溺地说，我也想你，婉婉。看到急匆匆赶来的程浩林，他眉头一紧，瞬间有几分反感了。婉婉，你没事吧？程浩林一脸关切的紧盯着他，然而在看向刘维月时，脸色瞬间冷了。你不是出国了，怎么还在这？浩林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想跟婉婉和好，毕竟我们已经有孩子，我不想他一直误会我们俩。他已经不爱我了，你这样是多此一举。刘维月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。我只是想留在你身边。程浩林为难的看一眼唐文婉，婉婉，刘维月我来处理，他不会再有机会伤害你了。希望如此。唐文婉说完，挽上秦浩言的胳膊，两人一起离开。对不起。你没做错，干嘛说对不起？秦浩言凑在他额头，温柔地亲一下了。浩言，是我叫程浩林来的，刘维月是他的情人，我想让他自己来处理这事。你做的没错，只是我已经知道所有的事，程浩林才是我曾经的未婚夫，而你并不是，对吗？他笑着问。秦浩言默认的点点头，想要解释，却被唐文婉用手封住嘴。浩言，我现在爱的是你，这就够了。婉婉，你也爱我，对吗？秦浩言狠狠地亲一下粉唇，我爱的还不够明显吗？婉婉，我想去爸妈家一趟了，我陪你。唐文婉笑着点头，你当然要跟我一起，我们是商议结婚的事。你若不去，我嫁给谁？你终于答应嫁给我了。他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说，我以前一直纠结过去，现在终于想明白，珍惜眼前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两家人凑在一起，吃了一顿晚饭，终于确定了婚期。唐文婉还有半年的时间准备婚礼，而婚房是现成的，她只要买一些喜欢的家具和家电，就能拎包住进来了。未来看似一片美好，然而在某天的一个下午，竟又出意外了。婉婉，你终于醒了。秦浩言在病床前守着她，看她醒来，嘴角扯出一丝笑。你瘦了。唐文婉伸手摸上他的俊脸，看着守在门外的程浩林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怎么在这？你救的是程浩林的奶奶，为了表示感谢，他一直守在门外。秦浩言温柔地捏一下他的手，我去给你买早饭，你们聊。在关上门时，程浩林才一脸喜悦地握紧了他的小手。
婉婉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醒来的。原来他知道唐文婉已经恢复记忆，他苦涩一笑，顺势抽回手。程浩林，我不是特意救你奶奶，遇到任何一个老太太，我都会救。我知道，但你现在记得一切了，是否该回到我的身边？程浩林紧张地问。唐文婉摇摇头，我爱上秦浩言，是因为单纯的对他倾慕，与失忆无关。而且，就算我没有失忆，我们不也早就分手了吗？可我并没有同意，他说一半就被打断了。程浩林，你难道忘了？刘维月都怀你孩子了，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以前？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，才是你我应该做的。可我还爱你，婉婉，让我守在你身边，哪怕只是一个备胎，我也愿意。唐文婉苦笑地摇头，三个人的感情太挤，给彼此留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好过无力的纠缠。可我求婚戒指都买了，程浩林取出早准备好的钻戒，大克拉的戒指，十分的耀眼。但在唐文婉眼中，却是一种负担，还会留给更合适的人吧。秦浩言从外面回来，挤出笑的将早饭摆好。婉婉，你吃着饭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好，你说。唐文婉边吃边笑着歪头望向他。我刚才接到公司的电话，最近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。你忙你的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那我走了。秦浩言最后看一眼他，才起身要离开，却被唐文婉扯住衣角。浩言，我们的婚礼会如期举行，对吧？他其实舍不得走，但为了给唐文婉思考的空间，自己不得不先离开。秦浩言这边刚坐飞机去国外了，程浩林就殷勤地去家里找唐文婉了。婉婉在，这是我奶奶，特意让我给你送来的，替我谢谢奶奶。唐文婉正在收拾衣服，见他没有走的意思，微顿一下，才说：程浩林，东西送完，你该走了。婉婉，你在收拾衣服，要去哪？他着急地握住他的小手。唐文婉扯开他的牵制，挤出一丝笑：我去找秦浩言。可他已经走了，据说这一次离开，他就没打算再回来。婉婉，你早该知道的，秦浩言不是一个长情的人。他若不是，你就更不是了。程浩林，你不差的，可以把心思放在别的女人身上，或许能找到真爱。程浩林一脸深情地望着他，可我只喜欢你，婉婉，答应嫁给我，好吗？你救了奶奶，说明你心里有我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？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程浩林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唐文婉说完，就提着行李箱要离开，却被他扯住手：我送你去机场。你想通了？程浩林委屈地点点头，虽然不能娶你，但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。婉婉，只要秦浩言敢欺负你，我会是你最后的靠山。谢谢你，程浩林。唐文婉当晚就飞去秦浩言身边了，但他并没直接去找他，而是找一个小公寓住下来，开始异地的生活。总裁办公室，宋秘书递来一份文件，犹豫半天才说：秦总，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。不该说就别说。秦浩言冷冷地对他。宋秘书不死心的又开口：秦总，我听说唐小姐正在准备结婚，她的未婚夫好像是另有其人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秦总，难道你们真的分手了？宋秘书又问。
秦浩言微顿抬眸，冷冷地看他一眼。宋秘书，看来你的工作太闲，今晚你就去分公司一趟，半月不许回来。秦总，我走了，您怎么办？宋秘书，公司离谁都转，你也不再例外。唐文婉这时站在门外，淡笑地说：“你要辞退宋秘书吗？”唐小姐，您终于来了，还是卡布奇诺？还是你最懂我？宋秘书趁机溜走了。关上门后，秦浩言笑着走近他：“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”本能的想要亲近，却硬是忍住了。我要结婚了。新郎是？他好奇地问。唐文婉淡然一笑：“反正不是程浩林，是谁都好，只要他对你好就行。”秦浩言挤出一丝苦笑：“被分手的感觉如何？”他笑着问。意料之中，毕竟自己能跟唐文婉在一起，也算是偷来的爱情，欠的总归是要还的，而他现在的处境只能算是活该。但心里总觉得隐隐在痛，还有说不出的不舍。唐文婉踮起脚尖，凑到耳边低语地说：“秦浩言，不是所有人都是你想的那样。1年前你离开，是想让我冷静后做出选择，但你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不仅没有选择程浩林，把你也给甩了，现在还要嫁给别人，是不是很失望？”“确实有点，但现在你已经找到幸福，我真心的祝福你。”“真心祝福？那礼物呢？”他笑着伸出手。秦浩言将一份文件递给他：“这是股份转让合同，送你10%分的公司股份，作为新婚礼物。”“这么大方？”“对你，我从来都是如此。”他伸出双手，最后的抱一下唐文婉。或许从今天过后，他们就再不会见面了。唐文婉勾一下他的下巴，才风情妩媚的一笑：“秦浩言，作为你的妻子，会得到多少的股份？我的就是他的，那我岂不是很吃亏？”他沮丧地叹口气。秦浩言微顿一下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你说过的，希望我一直贪财好色，这样一来，我就会一直待在你身边。秦浩言，你不会想反悔吧？可你马上要嫁人。”他眼神里透出一丝的喜悦。唐文婉笑着在薄唇亲一下：“我是要嫁人，那人就是你呀，秦浩言。我是恢复记忆，但并不妨碍我爱你。你主动的选择放手，我要是不惩罚你一下，如何甘心嫁给你？对不起，婉婉，是我怕你为难，才想着彼此冷静一下。”秦浩言情深地抱住她纤腰，狠狠地啄一下粉唇，才又说：“婉婉，原谅我的自私，我是爱惨了你，才会关心则乱的。那你还会将我推给别人吗？”“死也不会。”他的眸子尽是柔情蜜意。唐文婉笑着攀上他脖子：“秦浩言，我答应嫁给你了。无论是失忆还是恢复记忆后，你都是我最爱的男人。”全剧终。